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电视讲话当中宣布 I'm going to be doing everything I can to close it. 要在自己任期剩下的2年以内竭尽所能关闭关塔那摩监狱。那么众所周知，关塔那摩监狱呢是美国反击恐怖主义非常重要的一机构。奥巴马为什么要把它关掉呢？美军先后释放10名关塔那摩囚犯，古巴关塔那摩监狱再成焦点。隶属于美国的监狱为何远在古巴境内？1898年的美西战争到2001年的911恐怖事件，关塔那摩经历了怎样的变化？美军为何在军事基地建起了关押恐怖分子的监狱？虐囚事件频繁曝光，关塔那摩监狱被指人间地狱。基地组织3号人物哈利德遭遇183次水刑，残忍酷刑让顽固的恐怖分子泄露本拉登行踪。五角大楼的文件还记录了哪些关塔那摩的秘密？上任至今，美国总统奥巴马几次表示关闭关塔那摩监狱，为何难以实施？关塔那摩监狱关与不关，究竟谁说了算？奥巴马宣布要关闭关塔那摩监狱，这并不是他第一次说这话。在他上任伊始2009年的时候，他就说要在我这个任期内把它关闭。可是现在呢，他第2任期都快走到结束了，关塔那摩监狱依然没有关。但是有很多人呢把这件事呢跟最近发生的2件事联系起来，因为就在去年12月的上旬和中旬，关塔那摩监狱确实释放了10名被称为级别比较低的恐怖分子。就是这10个人呢是以恐怖分子的名义抓到关塔那摩监狱的，他们和这个塔利班呢和基地组织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被认为呢危害较小，级别比较低。头一批释放的6个呢是把他们送到了乌拉圭，乌拉圭总统表示我们可以接受，把他作为难民接受。这6个人里边呢其中有突尼斯人，有这个巴勒斯坦人，也有这个叙利亚人。那么第2批呢又释放了4名阿富汗人。这阿富汗人呢，阿富汗总统表示呢我们也接受。所以有人说，你看美国开始陆续的把级别比较低的这恐怖分子释放了，这可能是要把关塔那摩监狱关闭，或者是转为干其他的。有的观众朋友可能到现在都稀里糊涂，总听说关塔那摩监狱关恐怖分子，还什么虐囚各种各样的丑闻出现了。这关塔那摩监狱跟古巴有什么关系呢？我告诉大家，关塔那摩监狱在古巴境内，没在美国境内。那这又有的人感到奇怪了，说古巴跟美国长期以来对立，那互相之间从60年代的导弹危机，包括卡特罗遭到美国中情局600多次暗杀等等等等，怎么古巴还能允许在自己境内建一个美国关恐怖分子的监狱呢？所以呢，咱们首先得给大伙说清楚关塔那摩监狱是怎么来的。咱们先得说关塔那摩这个地方。关塔那摩呢是这个古巴东南部的一个城市，这个地方的外部地理环境呢称为关塔那摩湾，是个海湾，3面靠海，一面和陆地接壤，在古巴的东南部，也事实上是古巴最东边。那么这个地方呢原来属于古巴，其实现在在法理上它也属于古巴。它什么时候被美国控制的呢？这其实是美国比较早的一个海外军事基地。我们知道美国在全球有很多的海外军事基地，这是美国实行全球计划非常重要的环节。这个得追溯到公元1898年。1898年的时候呢，古巴呢被西班牙殖民者统治。当时美国对古巴这个地界垂涎3尺已久，就想把古巴呢并入到自己版图之内。所以在1898年呢，美国跟西班牙发动一场战争，历史上叫美西战争。美国打败了西班牙，然后从西班牙手里呢把古巴夺过来。当初宣布的古巴是自己的保护国。其实美国国内很多政客呢梦想着把古巴呢变成美国的一个州，但是古巴人坚决不同意。在一开始打败了西班牙侵略者的时候呢，美国呢从古巴第1任总统那里签了一个协议，就长期租用关塔那摩湾，把这个作为美国的海外军事基地，每年给租金。到后来呢30年代的时候呢，古巴人反对这个，完了双方呢又签署了一个新的协议。这个协议呢就说美国可以继续在这，每年还给租金。什么时候终结了呢？美国古巴两方政府同时要终结这个才可以，要不然的话就不算数。等到1959年卡特罗在古巴发动政变，把这个亲美政权赶走之后呢，卡特罗一直就不承认关塔那摩这个地方归美国的海军基地使用，甚至拒绝呢美国支付的租金，我不要你租金。
但是呢，古巴的势力小，美国的势力强大，又奈何不了美国的军队，所以这关塔那摩这个地方长期以来，美国在这建立一个海外的军事基地。当然了，古巴呢对他采用的方式呢，断水断电，我不给你提供任何东西。所以关塔那摩这个军事基地呢里边呢，大约是个常务工作呀，加上就各种各样人口搁一起吧，有那么几千人。这几千人里头呢，拥有了一个码头、一家医院，还有一个大型的淡水处理厂，还有发电的机构。为啥？水电古巴都给你切断了，不给你弄，他只能自己进行海水淡化，自己进行发电。所以这里边的费用，维持这个基地的费用相当高。那说这只是个海外军事基地，什么时候这块又有了一所关塔那摩监狱呢？911恐怖事件后，美国为何放弃本土监狱，而将恐怖分子集中关押在关塔那摩？不经审判，无需定罪，长期羁押，关塔那摩监狱成为法律约束的真空地带。美军从这些顽固的恐怖分子口中获取了哪些重要情报？老梁观世界，走进关塔那摩监狱，正在播出。那说这只是个海外军事基地，什么时候这块又有了一所关塔那摩监狱呢？这得从911说起。美国这个2001年发生了911事件，然后美国接着呢就对阿富汗开战，集中目的就是寻找本拉登，打败恐怖组织。结果这一打仗呢，从这阿富汗呢俘虏了上千名这个恐怖分子。这时候一个难题来了，这些恐怖分子在哪儿关？你说把他们直接释放了，这肯定不可以，因为美国非常着急的想从这些恐怖分子嘴里挖出本拉登到底在哪儿，要复仇。这些人呢，首先一个呢，他没有任何的一个国别，你说他来自哪个国家？他有这个国家国籍谈不上，因为恐怖分子在全球发动所谓的圣战，所以呢，他没有国别，你就不能把他视作战争的战俘。他既然不是战俘，就可以不必按照在瑞士签订的日内瓦公约那样来约束对战俘的审判的各方面要走程序，不用走这程序。说那把他弄回美国不就完了吗？既然不用走这程序也不行，美国的司法规定呢，你不能长期羁押这些人员，你必须隔了一段时间，你经过审判，他确实有没有罪。你长期羁押又不审判人家，这是违规的。而这个美国的军事部门呢，是希望把这些人长期羁押，从他们嘴里掏东西，所以不能关到美国境内，关到美国境内这就坏了。按照美国司法，它是违法的，那是不可以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美国军方想各种办法，说这一批恐怖分子我们关哪儿？开始想啊，说搁到海外军事基地，说搁哪儿呢？说搁远点，搁到这个英属的印度洋群岛那一边。问题是呢，东南亚一带呢，恐怖分子也非常活跃，离着近怕出事儿。再一个呢，跟英属的一些印度洋群岛啊，你像迭戈加西亚群岛，如果真要是签协议的话，还得重新跟英国人一分一毫的讲价，很麻烦。当时甚至想到呢，建立一个大型的监狱船，反正就在公海上晃的嘛，那走到哪儿他只要不归美国法律管就行。但又觉得这个又不靠谱，危险系数很大，所以最后选来选去呢，选到了关塔那摩这个地方。为什么搁这儿呢？这儿离美国近，美国军事力量完全能顾及到，那本身就是美国一个海军基地，没有问题的。再一个，这个地方呢好在哪儿？三面靠海，一面有重兵把守，这个地方周围还有灌木和仙人掌组成的一个围墙，就是你从外边进来和从里边往外跑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儿，非常安全。就这么的呢，把这个1000多名恐怖分子就关到了关塔那摩监狱里边。关塔那摩监狱是美国军方于2002年时在古巴关塔那摩湾海军基地所设置的军事监狱，地处古巴东南，东眺海地，南望牙买加，靠近大西洋与加勒比海。纵观整个关塔那摩监狱，其拘留营区是由关押囚犯的三角洲营、关押待释拘留者的列西营和已经闲置的 X 光营等营区所组成。有些营区十分简陋，仅用铁丝做笼关押犯人，而高规格的关押营区内却设有医院、图书馆以及楼内的盥洗室、浴室和文化活动室。现在监狱里关押的多数为炸弹制造者、恐怖主义者和基地组织指挥官。据了解，被关押者主要借助阅读、绘画等度日，但每次关押者出行时都要身穿坚硬的连体制服，并戴上头套、耳罩、眼罩以及手铐，以防与外界接触。这些人进到这里头呢，事实上等于进入了一个真空，就是没有审判，
也不算判刑，也不知道哪天把你放出去。为什么呢？这是一个法外之地，他拥有治外法权，就不受美国法律的约束。他处分这些人，既不受美国法律约束，也不受当地的法律约束，就说古巴法律也管不着他。所以这个非常符合美国军方的意愿，把这些人关起来，从他们嘴里掏出恐怖分子的消息。最急切的是寻找本拉登在哪儿。所以从2002年开始，有了关塔那摩监狱关这些囚徒，到现在呢，已经整整是12周年了。所以在这个12周年期间呢，这里头不断的有新的恐怖分子进来。确实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反恐，要抓到级别比较高的恐怖分子，基本上都是送到这儿来的。这些年也陆续释放了一些，但释放这些恐怖分子往往都是级别特别低的，而且有国家接收的。那说眼下奥巴马说我关闭关塔那摩监狱可不可能呢？这个现在来看可能性不大。因为什么呢？奥巴马说关闭，他说既然这个恐怖分子在这块关着，对美国这个反恐有好处，那为啥奥巴马说关闭它呢？其实奥巴马的出发点呢，一个是呢体现美国人权的思维，就说我关这么长时间，这在人权上也是不太地道，所以展示自己执政过程当中的这种人格魅力，这是一方面。第二个，钱上也确实够呛。为啥？在关塔那摩监狱，我刚才说了，像什么水电的都得自个儿弄，而且建立这么一个监狱，它的安保设施各方面要非常严格。有人测算吗？关塔那摩监狱总共关了100多个恐怖分子，就现在整个的一年的费用下来要1亿5千万美金，就平均一个恐怖分子大概消耗90万美金，这个数字太吓人了。美国囚犯就是最高级别的，也不过一年消耗6万美金，所有囚犯平均一年消耗每个囚犯就3万美金，他这一个90万美金，差30倍。你想这么大一笔财政负担，现在我们知道美国政府经常还时不定要关门呢，就因为开支问题呢。你要把这1亿5千万美金能省下来，这是最好的事儿。所以他也同时有经济压力。可是我说他关闭这关塔那摩监狱基本上不现实，为啥呢？首先一个是这些犯人你往哪儿挪？你关闭是关闭的，不能把这个恐怖分子放社会上去吧？所以这些犯人往哪儿送？就送到美国监狱审判吗？美国人还不干呢，觉得恐怖分子离我们太近了。所以在美国国内展开调查呢，有56%的美国人认为不应该关闭关塔那摩监狱，坚决反对把这些犯人送到美国监狱。同时呢，我们也知道奥巴马作为民主党党魁，这边共和党跟他的意见经常不一致，共和党的一些党员就认为这个关塔那摩监狱不该关闭。奥巴马本身作为总统，他受国会很大制约，所以奥巴马现在想要关闭这个关塔那摩监狱，面临着非常大的困难。但是你说他不关闭吧，关塔那摩监狱总出事儿。因为我们这些年可能大家听的比较多的，除了这里的恐怖分子，那就是虐囚事件就说不断的有的这囚犯在这里被虐待。那么其实这虐囚事件呢，一方面是美国军方和监狱管理人员素质不高，关塔那摩监狱也确实关了数不清的一些我们知道或者不知道的大个的恐怖分子。那咱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些年关塔那摩监狱都关闭着哪些我们耳熟能详的或者还不知道的大号的恐怖分子。2006年，美国国防部公布了古巴关塔那摩监狱拘留者的详细资料，这是美国军方首次正式公布关塔那摩囚犯名单，这也使得关塔那摩监狱超过100名基地组织成员的身份被曝光。这其中包括911恐怖袭击指挥者哈里德·穆罕默德，基地组织头目阿布利比。据报道，正因为哈里德和阿布利比2名重要囚犯提供的情报，才让美国中情局得以最终击毙本拉登。此外，关塔那摩监狱也曾关押众多塔利班恐怖组织的头目，其中包括穆罕默德·法泽尔，他曾担任塔利班的国防部副部长，因战争罪受联合国通缉，涉嫌杀害数千名什叶派穆斯林。赫鲁拉·哈尔法，塔利班高级官员，曾担任内政部长和阿富汗第3大城市赫拉特的行政长官。五角大楼文件透露，本拉登曾亲自点名让他参与军事行动。阿卜杜勒哈克瓦西克曾任塔利班情报部门副部长，据称他曾策划了与其他伊斯兰组织联合对抗美军的计划，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之间的重要联络人。毛拉诺鲁拉努里，塔利班高级军事指挥官，被控参与了什叶派穆斯林的大规模屠杀。穆罕默德纳比奥马里，
拥有多个塔利班领导职务，包括安全部门负责人。他涉嫌参与了袭击美国和联军部队。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恐怖分子名单里边有一个人物大家应该知道，那就是哈利德。哈利德呢被称为基地组织的3号人物。当时抓到本拉登，就最后在巴基斯坦击毙本拉登，重要的信息的原点就是这哈利德。我如果要说清楚哈利德是怎么张开嘴的，你可能就明白这个虐囚事件背后隐藏着美国中央情报局试图从这些人嘴里挖出重要情报的种种手段。那么咱们说一下这个哈利德是怎么张嘴的。说哈利德这么顽固的恐怖分子，怎么可能泄露本拉登行踪呢？美军先后释放10名关塔那摩囚犯，古巴关塔那摩监狱再成焦点。隶属于美国的监狱为何远在古巴境内？1898年的美西战争到2001年的911恐怖事件，关塔那摩经历了怎样的变化？美军为何在军事基地建起了关押恐怖分子的监狱？虐囚事件频繁曝光，关塔那摩监狱被指人间地狱。基地组织3号人物哈利德遭遇183次水刑，残忍酷刑让顽固的恐怖分子泄露本拉登行踪。五角大楼的文件还记录了哪些关塔那摩的秘密？上任至今，美国总统奥巴马几次表示关闭关塔那摩监狱，为何难以实施？关塔那摩监狱关与不关，究竟谁说了算？那么咱们说一下这个哈利德是怎么张嘴的。说哈利德这么顽固的恐怖分子，怎么可能泄露本拉登行踪呢？他泄露的是谁的行踪呢？我们知道给本拉登传信的有个信使，名字叫科维特，这个在我们以前节目里头大家都了解到，就是通过他才发现巴基斯坦北部这个小镇上是他的住宅，完了通过对他住宅长期监控，发现本拉登一家人在这住，最终这个美国海军陆战队才进里边击毙了本拉登。那么说这个信使的材料，这个信息来源是哈利德说的，他怎么说出来的呢？哈利德刚进来的时候，你用什么样手段他也不张嘴，你别说虐囚各种酷刑使他身上这个没用似的。但是美国中央情报局这个 CIA 他采用水刑。什么叫水刑呢？把这犯人呢倒立的放到木桩上捆上，脸上蒙上布，然后开始浇水，就不断的浇水。你这一浇水你呼吸不了，你时刻都有一种窒息的感觉，那是生不如死。水刑呢被认为呢是世界酷刑里边最为残酷的一种。虐囚是近年来美国在人权领域的最大丑闻之一。根据2009年美国的人权记录公布的一系列司法部秘密文件显示，美国中央情报局自2002年就开始使用各种酷刑审讯犯人。据报道，中央情报局审讯人员曾经对911事件的主要谋划者哈利德·穆罕默德使用了183次水刑，并对基地组织的另一名军事领导人阿布·祖贝达使用83次水刑。根据2009年美国公布的秘密报告显示，执法者曾使用手枪和电棒审讯犯人，将犯人以站立姿势铐住，剥夺其睡眠权利。而水刑、直肠喂食、直肠补水、强迫赤身裸体等审讯手段，也只是美国情报委员会在批阅 CIA 内部文件汇集的酷刑报告中的冰山一角。这中央情报局特工到最后自个儿都忍不住吐了，都感到恶心，说这个太惨无人道了。说这个办法就能让哈利德张嘴吗？也不能。为什么？恐怖分子和有些特工做过特殊的训练，就是你对有些特工施展酷刑是没用的，他能暂时的短暂的关闭自己意志，感觉身体都不是我的，你随便使啥招都行。那么为什么对这样人无效还要使用水刑呢？这是审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审讯过程当中不怕你说假话，就怕你不张嘴。只要你说话能通过各种各样的心理分析到你这句话是真是假，就能得到有用的信息。咱们看过那个黎明之前电视剧吧，这边这个第8局局长谭中树审问水手这些人呢，外边就有人观察，就他说这话的时候他的动作，比方说他突然抱着膀表示对这个事拒绝，突然间换一个话题，说明他在隐藏什么，想转移话题。只要你张嘴，不论你说真话假话，他都能分析出来。那么说怎么用在哈利德身上呢？哈利德受了这个水刑，他是不会招供，可是这个水刑呢能使他充分调动肾上腺激素来对抗，他就会变得很兴奋。
那么每一次他受完水刑回去之后，审讯人员都换成谁呢？换成一个慈眉善目的、说话慢声细语的，让哈利德感觉不到威胁的这样的人。你前面审呢，那拧着眉瞪着眼，跟屠夫似的。这时候换上这么一个，甚至有点娘娘腔。哎呀，你说你受这刑啊，你就招了吧。这2天住的咋样，吃的咋样啊？换成这么一个人，那么哈利德这个时候肾上腺激素高度分泌，正兴奋着呢，突然又碰到这么一个呢，让他不太警惕的人。这时候人都有种说话的欲望，就像咱们喝完咖啡、喝完茶，人好说话，兴奋。这时候只要他张嘴聊着聊着，不定他嘴里说出哪句话就有用。正是通过这样一个过程，美国中央情报局呢，从哈利德嘴里找出了这个叫科威特信使的蛛丝马迹，然后又请高级的情报专家来分析，最终锁定这个叫科威特信使的所在地，然后锁定到巴基斯坦北部那个小镇，最终把本拉登抓住。通过长期关押，想各种办法从他们嘴里掏出有用的信息来。所以关塔那摩监狱呢，在现在情况来看，是一种极为特殊的存在。你说把它规模扩大吧，不可能，遭到世界舆论谴责也是常有的事儿。但是马上就关闭，后遗症怎么解决？恐怖分子送到哪儿去？谁来接收？美国人还不干，司法制度上这个矛盾怎么解决？所以暂时来看呢，关塔那摩监狱是很难彻底关闭的。这也正如现在美国跟古巴的关系，你说缓和仅仅是个开头，那接下来你就像关塔那摩监狱又即使关闭了，那关塔那摩海军基地要不要还给古巴呢？你在古巴境内呢？所以美国和古巴之间的意识形态呀、经济制裁诸多方面存在着很难缓解的一些冲突。那么现在短暂的示好也不能解决两个国家根本的一些问题。所以我说，这种美国古巴之间的状况，正如现在的关塔那摩监狱，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处在一种夹缝状态。你现在把关塔那摩监狱关闭了，这些犯人怎么处理？即使你按照一波一波往后送，还有那级别高的更危险的呢，你怎么办呢？所以到目前为止，关塔那摩监狱只能停留在奥巴马的口头上说他要关闭，可能奥巴马要借这个展示自己施政过程当中的东西，等真要轮到真关闭那天，那个阻力大的不可想象。习近平主席访问韩国，在首尔大学发表演讲时，引用了安重根义士写的一句诗：白日莫虚度，青春不再来，勉励首尔大学的学生努力学习，积极向上。那么习主席口中提到的这位安重根义士到底是何许人也？熟知历史的朋友都清楚，在1909年10月26号的上午9点半，安重根在哈尔滨火车站击毙前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这件事情在当时世界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中国、韩国、朝鲜都共同承认安重根是一位了不起的英雄，而日本呢，却认为安重根是一位恐怖分子。那么如今安重根已经过世100多年了，但是依然凭借着当年这一事件，影响着现在错综复杂的东亚时局。安重根的影响在2014年变得比以往任何一个时候都更加引人瞩目，那是因为在今年1月19号，在哈尔滨火车站的安重根义士纪念馆正式揭幕。那么这一事件在中国、韩国、朝鲜、日本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日本的官方长官菅义伟直接提出抗议，说安重根是一位恐怖分子。中国这样高调的去纪念他，这等于是把这国际历史问题国际化，对于区域的和平和缓和没有任何好处。那么针对他这种观点呢，中国和韩国包括朝鲜都做出了义正辞严的这种反驳，就根本不承认日本这种抗议的正当性。那么这一个纪念馆为什么能够引起这么大的国际问题波澜？为什么能引起东亚时局围绕着安重根如此巨大的一种争论？咱们首先得给大伙说说当年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前前后后的背景，以及当时历史的一种必然趋势。咱们首先得说一下这个伊藤博文。很多朋友了解伊藤博文呢，是通过什么呢？说是伊藤博文是日本的首相，因为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当时伊藤博文就任日本首相，最后也是伊藤博文和李鸿章签订了马关条约。日本也凭借这一战呢，正式进入了一个现代化国家的行列。凭借着中国给他的巨额赔款呢，他又充实了海军的军费。所以伊藤博文呢，被认为呢，他是侵略中国的一个罪魁祸首。那么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呢？也确实如此。
伊藤博文他很早呢就曾经出国留学，他是明治维新之后呢日本政坛一个非常重要的中坚力量，而且他从1885年开始呢把持日本政坛呢长达20年之久，曾经4次出任日本的首相，也就是当时的内阁总理大臣，4次出任日本的枢密院院长。在这个他被安重根刺杀之前呢，他还担任了日本驻朝鲜的统监。那么这个是什么概念呢？咱们再得说说当时朝鲜半岛的局势。就有的朋友可能奇怪说，为什么现在你看朝鲜半岛分裂，一个叫朝鲜，一个叫韩国，而且韩国国内的报纸还叫朝鲜日报，说这都是怎么回事？其实朝鲜这个叫法呢是由来已久的，在1897年之前呢，整个朝鲜的高丽王朝延续到近代呢，都统一被称作叫朝鲜王朝。然后1897年朝鲜王朝更名为大韩帝国。那么那个时候日本呢很早就觊觎朝鲜半岛，因为日本自从明治维新之后呢进入了强国序列呢，他们要想能够在一定范围之内称王称霸，日本国内有一股舆论认为呢日本是个岛国，要想发展必须成为大陆国家，那么首先应该奔哪儿使劲呢？奔朝鲜半岛使劲。伊藤博文本人就认为，占据朝鲜半岛不仅能够虎视大清帝国，而且可以向北制约俄罗斯，进而呢可以作为呢占领亚洲的一个跳板。所以当年日本比较早的呢通过这个江华条约打开了朝鲜的大门，在1905年呢逼迫这个朝鲜半岛签订了日韩保护条约，也就是大韩帝国当做了日本的保护国，就日本是他的保护国。后来大韩帝国里边除了皇帝之外，还设立一个叫朝鲜统监的位置，这个位置由日本人担任，就是全权负责大韩帝国对外的外交事务。那么这个第一任朝鲜统监是谁呢？就是从日本首相位置上卸任下来的伊藤博文。伊藤博文也是日本对外扩张侵略的直接执行者和谋划家。那么当然当时很多有识之士看穿了伊藤博文的嘴脸，安重根就是其中之一。安重根呢是1879年生人，比伊藤博文小了38岁。他生在呢当时朝鲜呢黄海道呢一个富裕家庭。你看为什么现在朝鲜和韩国都共同承认安重根是自己的英雄？因为安重根呢当年是代表大韩帝国，但是安重根出生的地方呢是现在朝鲜的黄海道，所以双方都承认安重根这个英雄地位。安重根家庭条件是不错的，他小的时候呢他家里给他请了汉族的先生来教他读书，就很小呢他诗词歌赋汉字什么的都没问题。所以安重根后来写作呢主要是用汉字，而且我们看他的书法作品呢写的是很不错的。安重根文武双全。等安重根一天天长大之后呢，看到了自己祖国的困境，他非常痛恨日本侵略者在朝鲜半岛搞这一套。所以后来他长大以后呢，他跑到了中国的东北，包括俄罗斯境内，和朝鲜的很多士兵组织到一块儿来这个反抗日本侵略者。因为后来呢大韩帝国呢又接受了日本一个耻辱性的这个决定，就解散大韩帝国的军队，既然日本人保护你了，你也不用军队了。所以安重根呢和解散之后的大韩帝国的军队很多人结合到一块儿，组成了朝鲜义兵，然后和这个日本人作战。但是你这种游击队式的方式是打不过人家正规军的，很快就一败涂地了。那么后来安重根呢和这个其中的11位朋友，他们总共12个人，搞了一个断指联盟。什么叫断指联盟呢？各自把这个左手无名指的一节切掉。安重根就用手指上的鲜血写了大韩独立4个字，在当时韩国那个太极旗上面写着大韩独立4个字。所以后来安重根不管走到哪儿，他要设计个人身份标识的时候，你也比方说摁手印或者签字，他都是左掌的掌印摁上。所以现在你去韩国，你会看到有很多标志物上面都有安重根这个断指的这个掌印，这也是激励韩国人爱国热情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所以说，当时安重根他认为，说朝鲜半岛大韩帝国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伊藤博文是罪魁祸首，所以安重根那个时候就萌发了要刺杀伊藤博文的这样念头。所以安重根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之下呢，他开始筹划，因为他知道在日本国内刺杀伊藤博文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儿，而在大韩帝国之内呢也非常困难，因为日本的这个部队的保护力量很强大，他组织几个人是很难做到这个的。这样等着等着呢，这机会来了。我们知道1904年日俄战争之后呢，日本人从俄国人手里接管了大连和旅顺。那么当时有很多错综复杂在东三省的利益，日本人是要跟俄国人协商的，所以双方有一个商定呢，就是在1909年的10月份呢，由当时卸任朝鲜统监、出任日本枢密院议长的伊藤博文来到哈尔滨，和当时在远东地区有公干的俄罗斯的财政大臣，由他们两个人在商议在远东地区的利益怎么划分谈判。为了呢达成这次谈判呢，这边伊藤博文呢在这个10月初的时候就从这个日本出来了，坐着海船来到大连旅顺视察，然后呢他的行程呢是在大连旅顺呢坐火车往北，经过沈阳、长春，然后到这个哈尔滨。那么这一路行踪呢被这个安重根掌握了。安重根觉得呢在旅途过程当中下手是很好的办法。然后他经过考察呢，发现这个车呀，就是伊藤博文的车，首先是到达这个宽城的车站。宽城的车站是哪儿呢？就是现在长春火车站。然后在长春火车站前面呢有个蔡家沟，在这个时候呢换车，就是俄国人派来的专列到这个长春和蔡家沟这一带接这个伊藤博文。那么换车这个时候应该是个很好的刺杀时机，所以这个安重根呢带着2个同伴来到了蔡家沟火车站。可是到这实地考察发现不行，为什么呢？换车的时间是在晚上，这个东北10月份的晚间那早就已经漆黑一团了，就在车站上换车你根本看不清楚谁是伊藤博文，这是一个。第二个，这个地方驻扎的宪兵特别多，日本的保护部队特别多，所以说当时安重根决定这个地方不是好的下手时机，他就返回哈尔滨。他算了一下时间，这个火车呢从这个宽城的车站出发，时间呢是10月25号的晚上11点。当时的火车从长春开到哈尔滨要10个小时，一算这时间呢应该是1909年10月26号的上午9点，这个火车到达哈尔滨火车站。安重根这时候就开始准备了，他把自己呢打扮成当时日本人很流行的那种，戴着礼帽，穿着西装，一个半旧的西装，完留着个人单胡，所以这身打扮呢看起来跟日本人没有什么两样。那么当时哈尔滨火车站呢迎接伊藤博文呢主要是俄国人，那么俄国人呢只对欧洲人和中国人检查通行证，一看他像日本人进去吧，因为有很多的日本在哈尔滨待着的人要欢迎伊藤博文到火车站。就这么的，安重根混到这里边就进入到了火车站。10月26号上午的9点，拉着伊藤博文这辆俄国专列停靠在火车站上。当时俄罗斯的财政大臣上车来迎接伊藤博文，在车上跟伊藤博文寒暄了大概有20多分钟，说伊藤博文，这个我们很欢迎你，希望你能来检阅一下我们这个俄国的仪仗队。欢迎嘛，因为他作为枢密院议长，这大人物。就这么着，大约在9点半前后的时候，伊藤博文从火车上下来。这个时候安重根已经挤到欢迎人群的前列，然后又往前跑了几步，来到了距离伊藤博文也就6米远的地方，从兜里掏出枪，连着3枪打中了伊藤博文的胸腹，伊藤博文倒下了。20多分钟之后，伊藤博文在哈尔滨火车站断气。那么安重根在击毙伊藤博文之后没跑，把手枪往地上一扔，用俄语喊了3声“大韩帝国万岁”。他这个准备过程呢，是决心置伊藤博文于死地。他当时把勃朗宁手枪的子弹呢，每个子弹头呢他都画个10字，
很深的死字。为啥呢？因为勃朗宁子弹打入对方身体之内呢，是会产生旋转的。你画个10字，那就意味着可能给他体内的内脏带来更多创口。就是这时候，安重根已经决心，我一定要置你于死地。然后，安重根呢被押送到当时盘踞在旅顺的日军的宪兵司令部，在旅顺监狱里边，在里面待了大概有5个月左右。然后在1910年的3月26号执行绞刑，安重根英勇就义。他死的时候曾经提出希望把自己埋到哈尔滨昭陵公园，然后等大韩帝国独立之后把自己尸骨再迁回去。但是日本人没有答应他这要求，把他秘密的埋到旅顺的山上。到现在为止，安重根的尸骨现在中国、朝鲜、韩国组织了多少次到这儿找安重根的遗骨，没有找到。所以这就是安重根呢刺杀伊藤博文的前前后后。那么他刺杀成功伊藤博文之后呢，在当时的中国国内引起了很大反响。你像这个梁启超啊、孙中山啊、袁世凯呀、章太炎呐，这些政治上的大人物都纷纷的表示钦佩之情。而且很多人认为呢，安重根呢虽然是给这个大韩帝国报仇呢，但其实也间接给中国人报了仇，因为双方共同的敌人就是日本侵略者。所以安重根一直到现在在中国、朝鲜和韩国国内都享有很高的声誉。那么说，为什么到今年围绕着安重根义士纪念馆的开馆引起这么大争议呢？这是由于这段历史亚洲这几个国家他的看法是不一样的。你像中国、韩国、朝鲜这个看法是一致的。日本认为呢，安重根就是个恐怖分子，采用恐怖袭击的方式，不道德的刺杀了伊藤博文。那么这个观点呢，直接也说明日本到现在为止也不肯正视过去侵略亚洲的历史，就他还没有从一些右翼势力的不正当言论当中能够彻底摘开。所以这个问题呢，也是这么些年来世界爱好和平的人士和日本官方不断争论的一个话题焦点所在。今年呢，为什么说会在哈尔滨这个多少年了这建了这么一个安重根义士纪念馆？很重要的契机在于去年6月份，韩国总统朴槿惠访华，就提出来说，能不能你们建个安重根的纪念碑？为什么呢？因为这次这个纪念馆呢，这一边墙外，这是对哈尔滨火车站的正边，它这个纪念馆的那一侧呢是个大落地窗，落地窗透视过去，外边是火车站站台，正对着那块就是当年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的地方。在地上呢搁菱形和三角形画了2个标志，安重根在哪儿，伊藤博文在哪儿。但是相当长时间呢没有立这个纪念碑，就火车站的人能找到这个地方，其他外边人可能得找半天才能找着。也有很多韩国人、朝鲜人曾经到哈尔滨，到这个站台要纪念这个安重根，也挺费劲找这个。所以朴槿惠提出，能不能就在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的地方立个纪念碑？咱们以前对纪念安重根是在民间进行，包括排演安重根歌剧啊，双方交流啊，但是官方介入的时候并不多。但去年我们也知道，双方就这个历史问题达成不了共识，日本一再不肯承认那段罪恶的历史。到了年底，我们知道发生了一件很大的事儿，就是安倍晋三拜鬼到靖国神社去参拜战犯去了。这个事儿是挑战中国对2战问题的一个底线，所以当时咱们就决定升格，把原来这个纪念碑变成纪念馆。但是变成纪念馆这个时候，咱们相对也是很低调的，就哈尔滨火车站把这个原来的豪华候车室改成安重根义士纪念馆，然后施工的时候呢，围着这个围栏，也没有写施工说明什么，甚至就连纪念馆的牌子都是头一天晚上1月19号开馆，1月18号晚上挂上。开馆的时候呢，仪式很隆重，黑龙江省的副省长孙饶、哈尔滨市的市长宋其斌到场。国家层面呢，外交部亚洲司派来工作人员，所以这个事儿在当时呢也引起了很大反响。到第2天，韩国方面知道了，马上派人过来。接下来几个月呢，韩国甚至组织代表团到中国来参观安重根义士纪念馆。
甚至要把安重根义士纪念馆呢和旅顺的那个日本监狱当做韩国人在中国旅游的必去的一个景点。与此同时呢，中国有很多新的举措，就包括在西安当时韩国光复军的旧址，在重庆当时韩国临时政府的旧址，中国政府都给予了很大力度支持恢复，并且给予各种各样的纪念活动和纪念设施的重建。所以今年7月就是当时我们老梁观世界节目也做了，日本呢要修改宪法，要解禁的集体自卫权，这又是挑战亚洲人民底线的一次不正义的举动。所以这个时候再提安重根，其实是等于亚洲范围之内爱好进步和和平的友好人士要对日本这种无耻行径给予有力的回击。当然，这种纪念不是挑事儿，不是渲染仇恨。为什么我们要大张旗鼓的纪念安重根？很重要一点，安重根身上，他绝不是一个民族的狭隘感情，他甚至超越了被侵略国家的这样的一种历史意义。安重根在临死之前、就医之前，曾经请求能不能把我刑期往后延半个月，我要写一本书叫《东洋和平论》。很可惜呢，当时呢，日本呢没有答应他的要求，他就写了个序言，就上了绞刑架就义了。东洋和平论是什么概念呢？安重根，你看着刺杀伊藤博文，在1904年日俄战争，日本对马海战战胜俄罗斯之后呢，安重根为日本叫好。他说这是东亚国家头一次在世界交锋当中战胜了欧洲列强，这个意义很大。就是在安重根心里边呢，他其实具备国际主义者的风范，他认为欧洲列强包括美国越来越强大，对亚洲会形成很大的这种压力。那么亚洲想自新自强，它的核心在于东亚，就大韩帝国、日本、中国这3个国家。如果这3个国家能联起手来，那么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所以你不要看安重根痛恨日本侵略者，但是他超越了这种狭隘的民族情绪。他的东洋和平论里认为呢，中日韩3国应该结成一个军事同盟，比方说日本应该把占领的大连旅顺还给这个大清帝国，然后研究整个亚洲地区如何对抗欧洲。同时呢，建议呢3个国家发行共同的货币。就他当时是希望中日韩3个国家紧密团结到一块儿，来对抗欧洲列强。这个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呢，显得有点理想主义了，但是确实有着深思熟虑的哲人光芒。就他那时候就看到，不追求区域霸权的重要性，只有区域合作才能在世界这个大盘子上分得更多的利益，才能对抗那些对你带来不合理压力的国家。所以安重根在1909年的时候就具备了这样超越历史的思维。现代的日本一些右翼势力都没有达到当年安重根那种认识高度。所以我们说今天纪念安重根，我认为很主要是纪念安重根这种超越就是国家民族仇恨的这种国际主义思想。其实当时包括日本在内，也有一些有识之士是这么认为的。日本国内有一种叫大亚细亚主义，就认为日本呢也不应该侵略周围的，应该大家拉起手来跟欧洲列强对抗。但可惜随着日本国力越来越强，他在亚洲范围之内呢侵略占的便宜越来越多，这个大亚细亚主义迅速转向了大东亚共荣圈，一直到日本最后1945年可耻的在2战当中失败。所以我们研究历史是着眼于现实，任何对历史各个方面的解构，包括对历史人物的纪念活动，往往有的时候都跟现实政治局势的波谲云诡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我们纪念安重根义士，不仅仅是为了制止日本右翼势力的反动言论，更主要一点是对他东洋和平论致以崇高的敬意。在那个年代能超越民族的仇恨，有这样的意识，着实值得我们每个人给予他充分的敬意。